一年一度的伦敦社交季，刚满16岁的花季少女们身穿华贵礼服，参加圆圆舞会觐见女王，正式宣布她们进入高级社交界。为了在社交圈中脱颖而出，名媛淑女们精心装扮，端庄优雅。她们个个出身名门望族，秀外慧中，拥有良好的声誉以及优美的品德，在舞会上成为耀眼夺目的存在，只为觅得一位如意郎君。但此刻站在一旁的男却对这场舞会十分憎恶，他讨厌看着女孩们像精美的物品被男人们评头论足，挑三拣四，奇怪的氛围令他忍无可忍，转身离开。男并非出身贵族的名媛小姐，他的父母是靠着经商发家致富的美国人，在收获了财富后也想收获社会地位。父亲买了一个上校头衔，母亲靠着种种关系和手段，用5年的时间也渐渐跻身上流社会。男的母亲圣乔治夫人经常带着他的2个女儿出入贵族们的聚会，希望能帮女儿们觅得如意郎君，但在有着悠久家族历史的老贵族眼里，却根本不想与这些粗鄙的暴发户为伍。男的好闺蜜康琪就因为暴发户的身份，差点被贵族男爵悔婚。不久前，一场云集了商圈名流的豪华婚礼在纽约举行，但新娘康琪在焦急地站在窗前，只因婚礼即将开始，却迟迟不见新郎的身影。宾客们开始议论纷纷，康琪的父母也开始不安。身为伴娘的好闺蜜男来到康琪的房间，想要安抚她的情绪，让她先换上婚纱，但康琪却抚摸着隆起的小腹，更加焦躁。Told him, shouldn't I don't want him to marry me because he has to. I want him to marry me because he adores me. Yes. 富家女康琪与英国男爵闪电般坠入爱河，但其实男爵的家人对2人的婚事并不赞成。焦急不安的康琪一次又一次地把身子探向窗外，结果这时她的耳环不慎掉落，而身手矫健的男二话不说，立马穿着礼服翻墙而下。这一幕也被一位路过的男人看见，不拘率性的女孩吸引了他的目光，但在新娘与家庭教师的一声声呼喊下，见到耳环的男不得不匆匆离开。就在这时，康琪告诉他男爵的马车正在驶来，他立刻跑回去换礼服。结果男爵却将一封信转交到男的手中，他表示他的父母不愿意来出席婚礼，他们的婚事或许只能就此作罢，但男让他别拿父母当借口，就算得不到父母的支持，2个人靠自己的努力好好生活。他只需扪心自问，与康琪共度的这个夏天是否幸福快乐。 Oh God, Nan, she's a miracle. I get drunk on her. Yes, it's you and Conchita. 最终男爵被男唤醒了自己的本心，决定不顾阻拦与康琪步入婚姻殿堂。4位美丽的伴娘一同举杯，庆祝新娘康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而接下来4位伴娘也将开始寻找他们的爱情。婚礼结束后，男再次遇到了刚刚在街上偶遇的男人，虽然只是简短的交谈，但2人都觉得十分投契。只是男人表示家中母亲病危，不得不马上离开，男只好遗憾地与他告别。 By the way, I'm Nan St. George. Bye then, Nan St. George. 名媛淑女们对着镜子练习着标准的行礼动作，个个盛装打扮，只为迎接1年1度的圆圆舞会。在觐见女王时脱颖而出，成为社交季里最受瞩目的女孩，从而得以嫁得一位如意郎君。而男和姐姐金妮出身于纽约的新贵家庭，本是无缘参加伦敦的圆圆舞会。19世纪中期新贵崛起，但在老派贵族们的眼中却并不愿与他们为伍。这天在康琪的婚礼上，新贵圣乔治夫人就受到了老钱夫人的排挤，拒绝邀请她的2个女儿参加自家的舞会。此时一旁的男爵，也正是康琪的新郎看到后挺身而出。 It's my mother. She insists that I invite you and your daughters, Conchita's bridesmaids, to London. London. England. 男爵为圣乔治夫人解围，也是为了感谢他的女儿男在婚前对自己的劝导。受到了男爵的邀请，适龄的女孩不仅能够出席圆圆舞会，更有可能脱颖而出觐见女王。在几个月的准备后，4位伴娘便在母亲的陪同下，坐上了前往伦敦的马车，分别是男和金妮2姐妹，以及丽兹和她的妹妹。其中到了适婚年龄能够参加圆圆舞会的，只有金妮和丽兹2人。但乌泱泱一大群人的到来，却引起了男爵母亲的反感。此时他正在叮嘱次子理查德，务必要在这2位姑娘中挑选一位，因为作为次子，他不能继承家族的爵位。 You must either make a fortune or marry one. 男爵一家虽然是英国老贵族，但其实早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们需要一位有钱的儿媳来改善经济问题。经过长途跋涉，4个女孩终于抵达了伦敦。挺着大肚子的康琪也激动地下楼迎接她的小姐妹们，而站在窗边的老贵族们却审视着这群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人。男爵母亲的眼中满是鄙夷，嘲讽他们永远都不会安静地待着。男爵的父亲更是看不惯男的父亲买来的上校头衔。 康琪带着闺蜜们参观了房间，并让她们好好期待即将到来的圆圆舞会。但细心的男却注意到了她的变化。姑娘们在楼上庆祝着久违的重逢，而楼下的男爵一家咬牙忍耐。当他们盛装出席晚宴，吃的却是十分简单不合口味的汤羹。在所有人陷入到尴尬的气氛中时，妹妹男注意到了墙上的一幅画作，简·格蕾的雏形，正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悲情女王简·格蕾。男对这幅名画侃侃而谈，也算是令男爵母亲刮目相看。此时次子理查德转头询问男的姐姐金妮。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portrait, Miss St. George?
Oh, I like her arms. 晚餐结束后，女孩们一同躺在一张大床上，无比期待着明天圆圆舞会的到来。名媛淑女们身穿白色礼服，来到1年1度的伦敦社交舞会，向上流社会展现完美的自己。自信的她们耀眼夺目，但却被一旁的男人们评头论足。来自美国的新贵族男十分厌恶这样的氛围，转身离开时，又听到几位老贵族议论那些来自美国新贵家族的女孩十分粗俗，唯一的优点便是丰厚的嫁妆。 Or imagine them as human beings with no interest at all in your opinion and not caring if you're a king or a mister. 率性直言桀骜不驯的男吸引了提奥公爵的注意。作为全场唯一一个单身公爵，他备受瞩目，是所有女孩争抢的对象。但他却对那些单纯是因为他的头衔前来示好的女孩丝毫不感兴趣，更希望能找到一位与自己灵魂契合的真命天女。男在对完老贵族们后生气离开，却迎面撞上曾在闺蜜婚礼上见过的男人。这时男才得知了对方的名字叫盖伊。当得知他重病的母亲已经离世，男表示十分遗憾，伸手想要安慰对方，结果这时手中的高跟鞋却不慎掉落，正好掉进了楼下的蛋糕里。 姐姐金妮与男爵弟弟理查的共舞也就此被打断，为此姐姐非常生气，立刻找来母亲为自己伸张正义。男与盖伊的第2次见面也到此结束。姐姐金妮今天被邀请出席舞会，就是为了好好表现，为自己争取一位如意郎君。好不容易受到了男爵弟弟的邀请，结果却被妹妹搞砸了。 I wanted to meet someone, and actually we've come all this way, and you're causing a commotion as always, and everything's ruined. 此刻母亲圣乔治夫人还想替妹妹解释，她认为妹妹肯定是无心的，但姐姐却指责母亲总是偏袒妹妹，生气的转身离去。愧疚的男立刻追出去向姐姐道歉，但还没有消气的姐姐却在喋喋不休中无意说出了男的身世。 Mother is forever standing up for you and putting you ahead of me. When I say that I'm doing a good job, she says, well, so is Nan, and you know it shouldn't be about you. It shouldn't ever be about you because you're not her daughter, Nan. What? 金妮嘴快说出了真相，下一秒就后悔了。但男听到后则一直追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当年他们的父亲风流成性，而男则是其中一位的孩子。圣乔治夫人不想家丑外扬，就将男当作是自己的女儿，一直养在身边。Nan, I really should. Sorry. Tell Mother that I told you. 此刻的男还没从震惊中走出，母亲就带着家庭教师出来。为了给姐姐一个公正的处理，母亲决定由家庭教师带着男离开伦敦，去康沃尔海边的城堡住一段时间，让姐姐能够顺利达成她的愿望。男还沉浸在刚刚那个令他震惊的消息中。第2天清晨，坐上了离开的马车，前往远在海岛的城堡。对于身世的困扰，在看到广阔的海景后有了些许舒缓。殊不知他即将在这里邂逅那位对他一见倾心的公爵。 女人独自一人来到海边游泳，刚刚上岸，身后就出现一个男人。他立刻裹紧湿透的上衣，拿起一旁的毛毯。I'm sorry. That's okay. 男看到一旁的画家，误以为他是来海边作画的画家，殊不知对方正是名媛淑女们争相想嫁的廷塔格尔公爵提奥。男表示如此美丽的精致的确值得入画，而看着提奥尚未成型的画作，男却充分发挥想象力，看到了一只可爱自由的小鸟，这让提奥发现了眼前女孩独特的魅力。轻松有趣的交谈也让他觉得十分难得。 Perhaps we might. I'm often down here to paint or swim. No, I'm afraid we're going home to New York. Well, 随后两人不舍得告别，提奥目不转睛地盯着男的背影，内心早已心花怒放。之后的一段时间，提奥常常一个人来到海边，但却始终没有遇到那个令他心动的身影。此时的男正坐在马车上，游历了康沃尔的每一处风景。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他最好的朋友康奇生下了可爱的宝宝，但男却依然困扰在那个关于自己身世的秘密里。产后的康奇带着姐妹们来到一处古堡过周末，独自旅行了1个月的男也收到邀请回归了姐妹们的队伍。康奇为大家准备了礼服，想让大家度过一个不受父母约束的周末，但情绪不高的男拿起衣服离开了房间。姐姐金妮立刻追了出去。自从上次金妮说出男的身世后，两人还未好好的聊过。她避开其他人向男道歉，但男却反问她是在为说出真相而道歉，还是在为17年来隐瞒真相而道歉。 Hey, you are still Nan. You're still my sister. Every time we giggled, and every time we fought, or lay in bed and threw cookies up in the air, you had a secret, and my whole past is a lie. 男无法再继续装傻，他只想去找母亲问清他的真实身份，但姐姐告诉他，一旦告诉了别人，他的未来就会完了。 I am not the same Nan that I used to be, and that's just a fact. And 男暂时还无法原谅和消化这一切，他本想找最好的闺蜜康琪聊聊，但康琪现在也处于深深的焦虑中。婚前他的怀疑男爵不够爱自己，结婚后来到伦敦，男爵整日都在外面应酬，而他只能独自待在那个并不欢迎他的家中，所以在周末举办这场派对。康琪也是希望能够与男爵修复感情。 will you help me? Oh, I was just a baby. I've just been so. Anyway, I'm.
于是南暂时放下了心中的秘密，投入到康琪精心准备的派对中。康琪也特意为南邀请来了住在隔壁的盖伊、金妮与丽兹两位待字闺中的美国佳丽，也开始为赢得男爵弟弟理查德的青睐而努力。而在接下来的一场捉迷藏游戏中，男女们各自开始蠢蠢欲动。男人借着捉迷藏的游戏，将女人带进一间卧室，女人检查了床底，却什么也没发现。Do you want to close the door? 当丽兹想要去亲吻理查德时，对方却用带有命令的口吻让他坐到面前的沙发上。You want to sit here? Take off your dress. Take it off. 丽兹在犹豫片刻后，还是伸手去解开背后的束带，脸上的羞辱已经无处可藏。片刻过后，丽兹一丝不挂地趴在沙发上，而理查德则目不转睛地坐在门口，一边命令着丽兹不许动，一边起身离开了房间。此刻的丽兹羞愧难当，不知如何是好。随后开门声响起，进来的却是管家。他转告理查德已经睡下，让丽兹也早点休息。直到此刻，丽兹才意识到自己被玩弄。丽兹与好姐妹金妮受邀来到伦敦参加圆圆舞会，两人都想觅得一位如意郎君。男爵的弟弟理查德成为了他们的目标。在派对上，金妮主动去找理查德搭讪，但此前金妮因为无知给对方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并不太想搭理他。这时丽兹不经意掉落了手帕，理查德立马上前捡起，并向他发出了共舞的邀请。这无疑让金妮非常生气。结束后，丽兹来到洗手间找到金妮，表示是理查德主动邀请她跳舞的。出于礼貌，她也不好拒绝，但她很抱歉，因为对她来说，他们的友谊才是最重要的。此刻的金妮却毫不客气，她表示最终的结果还未见分晓。He'll decide, and I guess it depends whether he's interested in beauty and charm or what? Well, whatever it is you're offering. 然而在接下来的捉迷藏环节，理查德的选择在此让金妮失落，但他却不知道丽兹即将遭受变态的羞辱。第二天一早，受了侮辱的丽兹本想找金妮聊聊，告诉她自己与理查德昨晚什么都没有发生，但还在气头上的金妮却并不想听。而在早餐后，众人在外面玩击球时，理查德径直走过丽兹，来到了金妮面前，牵起她的手走到众人面前。 Mr. George, the opportunity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 these past weeks. I've long waited to meet someone who might put me in a marrying frame of mind. Might you agree to be my wife? And yes, I agree. I quite agree. 金妮开心的与妹妹和朋友们庆祝，理查德也受到了兄弟们的祝贺。此时只有丽兹仍在原地尴尬不已。随后当众人一起来到河边消暑时，金妮和丽兹两人留在了岸边。丽兹首先恭喜了对方，随后又询问金妮对理查德是否真的了解。 Are you sure? You're really sure? Nothing happened last night. Nothing happened. I would so hate for you to be disappointed. Don't spoil it for me, Lizzie. 经历了昨晚的羞辱，丽兹甚至理查德是个混蛋，但她对于昨晚发生的一切也实在难以启齿，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 养尊处优10多年的富家千金，突然得知自己竟是私生女，在得知真相的那一刻，男的世界仿佛崩塌了。他无法接受自己身处于一个被谎言营造的世界，也无法假装不知道这一切，继续扮演男圣乔治的角色。男离开了闺蜜的派对，独自待在花园里。正当他在苦恼自己的身世时，身后突然出现一个身影，正是有过两面之缘的盖伊。男惊讶于他们之间妙不可言的缘分，但他不知道的是，盖伊的到来却并不是偶然，而是多番请求康琪才得到的邀请。男与盖伊虽然只见过2次面，但却都聊得十分投契，彼此心中也有着些许好感。而细心的盖伊也察觉出此刻的男友心事。 You're the first to notice. 当被盖伊注意到自己的情绪时，男的心中又多了些许感动。随后两人一起在花园中散步，闲聊着没见面的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直到不知不觉间夜幕降临。盖伊问起男那件困扰着他的心事，表示如果他愿意相信自己，可以把他当成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但男却表示这件事谁都帮不上忙，而且他的姐姐叮嘱他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任谁知道了都会因此看不起他。 Listen to me. You still think of me, My baby, mother. baby. It's all ridiculous. 男向盖伊袒露了关于自己身世的秘密，她只是父亲的私生女，但圣乔治夫人把她当作亲生女儿抚养长大。他也是在不久前意外得知了真相。男将盖伊当作可以袒露内心的朋友，却不知对方其实是带着目的接近自己。盖伊前来参加派对之前，父亲将母亲的订婚戒指转交给他，只因此时盖伊的家中正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危机，父亲希望他能尽快迎娶一位富家女来改善危机。然而在得知了男是私生女的秘密后，盖伊便打消了求婚的念头，并借口天色已晚
匆匆离开。而对于盖伊的离开，南无疑是失落的。第二天一早，南心事重重的独自来到花园散步，竟偶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是住在不远处的廷塔尔公爵提奥。然而南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把他当作在海边偶遇的画家。自从上次海边一别后，提奥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南，只想与他再见一面。现在的偶遇也不过是他为自己制造的机会罢了。提奥问南，如果被他的朋友看见了，他会如何向他们介绍自己？南开玩笑表示就介绍他是个鬼鬼祟祟的画家，但提奥知道南的朋友一定知道他公爵的身份，不想到时候被戳穿，让南觉得自己欺骗了他，于是主动向他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以及自己今天一大早从城堡出发只为他而来。 I think you're extraordinary, truly. And on the beach, the two of us had this, well, it felt perhaps like you felt it too. I think we agreed that we might always be hiding from life and not caring what anyone else thinks. The honor of being my wife. 贵族公爵单膝跪地，向仅见了3次面的女孩求 And 婚。 you do me the honor of being my wife. 突如其来的求婚不仅震惊了众人，也让身处其中的南不知所措。他觉得自己对提奥的了解少之又少，更不知道要如何做一个公爵夫人。虽然每次和提奥的相处都能让他感到格外的轻松，可以自在地做回原本的自己。公爵在闪电求婚后，又邀请南和他的姐妹们来到城堡参加舞会。刚走下马车，管家和侍从们排队来迎接，送上公爵为南留下的信件。随后，南应公爵之约来到了海边。提奥也知道自己唐突的求婚为南带来了不小的困扰，但他想要借这次舞会的机会，让他们能更加了解彼此。公爵的头衔不仅仅只带来了荣耀，与之伴随的还有责任与束缚。他希望南在真正了解了这些后，能够遵循自己的内心，对他的求婚做出答复。 If you feel it's not the life for you, then you must call it off. But I would like to show you, if I may, the full picture, so that you can make a real choice. To be a duchess. To be with me. The actual me. 回到了城堡后，南又迎来了与公爵母亲的单独会面。面对这位端庄优雅的夫人，南不免有些紧张，而想到对方竟是开门见山。 What do you love about my son? Quite right. You barely know him. My son barely knows you, of course, but I'm afraid he's impossibly in love with you. 根据儿子这次的一如往常的表现来看，母亲知道提奥是真的喜欢南。曾经的提奥从未给过任何追求他的女孩眼神，而现在只是提起南的名字，他的脸都会变得温柔起来。但他还不知道眼前的女孩究竟是如何吸引着自己的儿子。公爵母亲提到他们的头衔以及所有的一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提奥就在为此痛苦，而他也在一天天的操持中消磨着自己。简短的聊天后，公爵母亲结束了会面，但南在离开前却说出了心里话。 You Grace, I keep looking at me. You're so bad. 随后，提奥带着南来到了他的秘密基地，一间只有他来过的画室，是他摆脱压抑生活的避难所，也是能让他放空心情的港湾。南看着一幅幅画作，发现其中全部都是风景。提奥解释自己一般不画人像，并且谦虚地表示自己作画就是在画布上填满颜色。 If I tried to put colors on a canvas, it would be, 随后，两人来到一块空白的画布前，南直接用手指蘸起颜料，随意涂抹在画布上，又将颜料递给提奥，邀请他加入自己。两人放松心情的随性合作，在指尖碰撞的瞬间变得无比暧昧。女孩用蘸染颜料的指尖轻轻触碰对面男人的脸颊，暧昧的气氛在此刻点燃。 空气中的荷尔蒙开始无尽蔓延，他们不受控制的缓缓靠近彼此，但在最后一刻，南还是决定守护自己淑女的形象，转身往下一旁的风景画，试图岔开话题缓解尴尬。但下一秒，公爵就带着他策马驰骋在画中的风景里，他们踏着海浪，感受着诗咸海风里的自由空气。南远远地将公爵摔在了身后，结果却在进入树林后迎面撞上一个身影。南的马儿受到了惊吓，开始不受控制，眼看就要将他摔到地上。 被安全救下的南，这才发现对面的男人正是盖伊。自从上次得知了南的身世离开后，两人还没有见过面。这时，公爵提奥也赶来，立刻关切南的安全。在得到他并没有受伤的答复后，提奥竟转身拥抱了盖伊。Nan, this is Guy Fawkes, my oldest friend. 显然，提奥还不知道，好兄弟盖伊早在他之前就认识了南，并且两人之间还有过微妙的气氛。
男回到城堡，开始为晚上的舞会做准备，但此刻他却魂不守舍。这时侍女为男送来一套珠宝，正是公爵夫人为他准备的礼物。当他戴上华丽的宝石，站在镜子前练习行礼的姿势时，一个男人直接闯了进来，扑倒在床上。男尴尬的愣在原地。当盖伊抬起头，才发现角落的行李。 I'm giving you the yellow room then. Quite right, of course.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me now. God, sorry. I'll. 盖伊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冒犯。然而，当他准备离开时，却被男拦下。他想知道盖伊是否会将他身世的真相告诉公爵。盖伊表示，提奥身为公爵，所娶之人一定是要有着清白声誉的女子，否则就将会沦为笑柄，失去所有的信誉和声望。 I've never lied to him. Whole lives. And tonight, 还未能得到准确的答复，被侍女撞见的盖伊只好在解释后匆匆离开。夜幕即将降临，被邀请参加舞会的宾客们也悉数抵达，男爵一家也在其中。自从男爵弟弟理查德向金妮求婚成功后，金妮和康琪也即将从好姐妹的身份转变为妯娌。而男爵夫妇身为老贵族，若不是因为经济问题，绝不愿意与粗鄙的暴发户做亲家。即使娶进了门，对大儿媳康琪也是十分不待见，所以同样对金妮有着刻板印象。殊不知她却十分懂得婆媳相处之道。 Our only goal, Lady Brittlesea, was to save you the fuss of a garish wedding. As a wife, my chief aim will always be to avoid a show, and to meet your expectations as well as those of my husband. So I believe that I am different, quite different, less of a peacock. 金妮的一番话哄得未来婆婆十分开心，却让一旁的康琪尴尬不已。舞会开始前，盖伊也在阳台上见到了提奥。提奥滔滔不绝地跟好兄弟聊起了那个令他心动的女孩。 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牵动着自己的思绪。盖伊也表示，此前和男在庄园见过，他的确与一般的女孩不同。 Bill heard you propose after about 3 minutes. And it could easily have been 2. I just marriage. Be sure you know all there is to know. 舞会即将开始，诸位宾客也纷纷开始期待看到这场舞会的女主角 Miss Annabelle St. George. 女孩身穿一袭紫色礼服，缓缓穿过人群走向舞会中央。作为公爵的女伴，她的出场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提奥上前去亲吻男的手背，随后两人共舞赏心悦目的画面，让众人纷纷感叹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Perfect Duchess. 第一支共舞结束后，男交换舞伴来到了盖伊面前，经历了之前的种种，两人之间的气氛有些许尴尬。其实男一直无法原谅。那天盖伊在得知他私生女的身份后，选择离开。 I thought that you were a person I could talk to. I was. 男表示，既然如此，他就应该将真相告诉他的兄弟提奥，让他撤回自己的求婚。此时的男内心十分纠结，他也只是在不久前意外得知了自己身世的真相。姐姐曾叮嘱他不要向任何人提前，但他处于信任，告诉了盖伊。盖伊的反应却给出了答案，他害怕公爵知道真相后也会选择离开，而如果要选择嫁给公爵，他也无法保证自己能永远保守这个秘密。但这时盖伊告诉他 You'll make a wonderful. 舞会一直狂欢到黎明，公爵目送完宾客们离去，也终于再次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男。这时男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牵起公爵的手一路狂奔，来到透着微微晨曦的海边。 Yes, please. I want to hear you say to me. Are you certain? 在这一刻，男意识到相爱的重点并不是身份、背景以及相关的一切附加条件，相爱的重点只关乎他们真实的彼此。 And we'll have all of this, won't w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I'll have you. Yes, you will. 男终于正式的答应了公爵的求婚，但他想在结婚之前先回一趟纽约，他有一些事情想要和母亲聊聊，而公爵却难以忍受片刻的分离，便提出要与男一同回纽约。他也想见见男的父母。 I shan't intrude. I'd like to just be there by to know who you really. 这个女人结婚20年，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梳妆台前，将丈夫昨晚用过的手帕重新叠好，勋章也摆放整齐，然后来到女儿们的房间。虽然孩子们不在家，她也要整理好床上的洋娃娃，随后拉开窗帘迎接全新的一天。而今天对于圣乔治夫人来说意义非凡，她的2个女儿在参加完伦敦圆圆舞会后，都即将嫁给英国贵族。对于身为纽约新贵的他们而言，无疑是扬眉吐气的一天。就连报纸上都刊登了女儿男与公爵的爱情故事。经过长途跋涉，2个女儿带着2位未婚夫回到纽约。为了欢迎公爵与男爵的到来，圣乔治夫人特意举办了一场奢华舞会，邀请了一众名流贵族来见证2个女
女儿的幸福时刻。但当男看到母亲的那一刻，发现自己还是无法伪装，假装不知道那个关乎身世的秘密，也很难再像从前那样与母亲亲近。圣乔治夫人也察觉了男的异常，直到所有宾客都已到齐，男孩迟迟没有下楼。圣乔治夫人来到房间询问男到底怎么了。I'm not with you. You have never been my mother. 男终于还是向母亲坦白，他已经知晓自己是私生女的身世。圣乔治夫人让大女儿金妮先下楼参加舞会，随后在男对面坐下，要与他好好聊一聊。但男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私生女，从一出生就是对圣乔治夫人的伤害，他不知该如何面对她，也不想继续向公爵隐瞒自己真实的身份。How can he marry me when he doesn't know who I am, when I don't even know who I am? My whole life has been a lie. I need to tell him the truth. 圣乔治夫人知道一旦说出真相，男与公爵的婚姻也只能就此作罢，所以她必须阻止男做出冲动错误的决定。然而当她来到楼下，却找不到男的身影。她本想先找到公爵提奥聊聊，却半路被丈夫截胡。圣乔治先生携太太一起宣布舞会正式开始，但心急如焚的圣乔治夫人却根本没心情再扮演恩爱。圣乔治夫人带着丈夫离开了舞会，告诉他男已经知道了一切，并且男还决定将真相告诉公爵。而父亲听后只是指责男太过愚蠢，因为公爵不可能会娶那样绅士的女孩。This is entirely your fault. Do you have any idea what we've sacrificed for your utter belief that you can do exactly as you please? 然而直到此刻，圣乔治先生仍然吹嘘着眼前这场豪华的宴会，这个家中的一切财富都是由他创造的，自认为自己才是牺牲更多的人，也丝毫不觉得自己的风流有什么问题。I have battled to keep this family together, and I will continue to do so. And if it will be all right, it is because I will make it all right. 此时帅气的公爵正被一群美国富家女包围，他几度寻觅都未曾见到男的身影。与圣乔治夫人对视后，发现他们都并不知道男在哪里。最终，圣乔治夫人还是在房间里找到了男，他为自己多年的隐瞒道歉。虽然男并非他的亲生骨肉，但这么多年来，他对男倾注的爱意全都是发自真心。The day you came to me was the best and the hardest. This is the biggest regret. I'll never ever face so 母亲的一字一句，让男意识到自己得到的爱从未打过丝毫折扣。他十分感激母亲为了这个家的幸福，这么多年做出勇敢的努力，而他也选择为了自己的幸福，去做下一个勇敢的决定。Nan's gonna tell him, and I suspect she's absolutely right. 公爵在众人的注视下，将未婚妻带离舞会，拉进拥挤狭小的衣帽间。Do you want me? Do you want me? 此刻，公爵无比渴望得到男的回应，只因他刚刚在舞会上看到了一封来自好兄弟盖伊的信件。My dearest Nan, my feelings for you can no longer be kept secret. My love for you is neither. 提奥这才意识到，好兄弟盖伊竟和自己爱上了同一个女人。而盖伊之前在得知了男私生女的身份后，的确在当下放弃了求婚的念头，因为他肩负着对家族的责任。然而在一夜挣扎后，他认清了内心对男的感情，于是在一早就返回庄园，结果却晚了一步，撞见了好兄弟提奥向男求婚的场面。一次次看见男与提奥幸福的场景，盖伊的内心只有无尽的后悔。终于在醉酒后写下对男的爱意，用电报发去了纽约。当他第二天一早酒醒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莽撞。然而这封信却恰巧被好兄弟提奥看见，复杂的情绪充斥着提奥的大脑，但此刻他只急切地想要知道一个答案，于是不顾众人的眼光，将男带离了舞会现场，来到一旁无人的角落里。Okay. 提奥再也难以抑制内心的情感，此刻他只想确定，眼前的女孩是完全属于他的。这一刻，幸福的男选择更热烈地回应公爵的爱意，两人之间的感情又更近了一步。在准备返回舞会时，男叫住了提奥，他还是鼓起勇气准备坦白自己的秘密，但提奥却害怕他说出自己无法承受的事。Are you happy with me? Of course. Feelings coming back, oh yeah. It hurts like hell. You're happy with someone else. 舞会上，丽兹终于找到机会想和好友金妮聊聊。她十分关心金妮与理查德结婚后过得是否幸福，但显然金妮此刻还沉浸在男爵夫人的身份里。两人的对话也很快被理查德打断。看着丽兹离开后，理查德却突然变脸。他指责金妮母亲举办的这场宴会用心不纯，他们家向所有纽约人炫耀他男爵的头衔，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而他希望自己能得到更多的尊重。随即便向金妮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要求。And it gives me no pleasure to say that your mother ought to apologize. 在丈夫的一番 KTV 后，金妮竟真的来到母亲面前。 This party, the whole event, You've embarrassed
And you embarrass me, so 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 此刻理查德又一次变脸，上前感谢圣乔治夫人用心举办了这场令人愉快的宴会。这时只剩下金妮变得里外不是人，男也立马上前圆场，表示姐姐只是舟车劳顿，身体不适，姐姐和自己一样都很感恩母亲的培养。Queen. 结束了纽约的宴会后，众人又一同回到了伦敦，应邀来到了盖伊家的庄园参加篝火晚会。而此时盖伊看男的眼神，提奥看盖伊的眼神，已经和从前大不相同了。检验糖霜是否搅拌到位的办法，就是将容器放到头顶，不留下来就是成功。女孩们用母亲教的办法在厨房里忙碌着，然而金妮丈夫的到来却打破了这份悠闲。丽兹厌恶地走到水池边，然而理查德此前对她的羞辱却不受控制地浮现在眼前。不想此时理查德也跟了过来。Sorry, Fly. They should be gone by the end of summer, but there's always one or two still hanging around. 理查德再次阴阳怪气的羞辱丽兹，让他无法走出那份痛苦的回忆。当初理查德在丽兹和金妮之间选择，却在羞辱了丽兹之后，选择了家境更富有的金妮。丽兹只能将那份羞辱深深藏在心里，她独自留在厨房。这时盖伊作为庄园的主人，注意到了藏在角落里的丽兹，两人一起坐下来品尝做好的糖霜。丽兹感叹饱腹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感觉，远远超过了人人都向往的爱情。曾经的她被教导要饿着肚子，这样才能变得纤瘦，被男人喜欢。但现在的她已经彻底放弃了寻觅丈夫的想法，更不会为了讨好男人去亏待自己。盖伊表示不知道丽兹是为何放弃的，但只要她是开心的就行了。 Not sure I am. There was a man that I trusted, and I shouldn't have. He, afraid. 丽兹终于鼓起勇气聊起了这个话题。盖伊没有追问细节，但他告诉丽兹，在丽兹刚刚的描述里只提到那个男人让她羞愧，而不是自己做了羞愧的事。 Don't tell me that your love is gone. That your love is Belongs to him. gone. And it's not mine to keep. 在与盖伊聊过之后，丽兹的内心得到了一些舒缓，于是她决定尝试放下这份痛苦，帮丽兹舒缓了心结。但盖伊内心的苦恼还没有结束，看着好兄弟提奥与男幸福的模样，他的内心有种难以言说的情感。而公爵也自作主张邀请来了一位名媛小姐，想要撮合盖伊和珍在一起。几个人的修罗场也即将在这座庄园展开。首先，盖伊将大家带到一座迷宫前，开始每年篝火晚会的固定项目，比赛谁能给先到达迷宫中终点。然而在游戏过程中，男与盖伊又一次偶然相遇，他看出了公爵想要撮合盖伊和珍的心思，他也希望盖伊能够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 I'm not thinking of marrying Jean. I'm not marrying anyone. Why are you so interested in marriage? I'm not interested in marriage. But you're getting married, Yes. despite everything I put in my telegram. 直到此刻，男才知道那封电报的存在。他追问盖伊想要知道电报上的内容，盖伊让他待在原地别动。然而，当他穿过迷宫过来时，男已经不见了身影。 女孩刚刚答应了公爵的求婚，却得知公爵的好兄弟盖伊也喜欢着自己。一边是谦谦有礼、格外体贴的公爵，与他在一起时，男总是能感到幸福和开心，而盖伊却总是惹得男生气。虽然他们在一起时会放声大笑，但欢快之间总是夹杂着沉重与愤怒。闺蜜告诉男，这才是爱。 No, love is calm. Love is stability. Love is a heart attack. Love is the best and worst of everything. Love is hating someone. 男刚刚才得知盖伊曾给他发过一封电报，一番纠结过后，他还是想要知道那封电报的内容，于是找到盖伊质问：明明知道他与他最好的朋友有婚约，为何还要发来一封电报？而当他曾经把自己身世的秘密告知时，为何要丢下他独自逃跑？盖伊解释，第二天一早他就想回来道歉，只是已经太迟了。男又问他是何时产生了这种混乱的感觉。 When we looked at each other, when we laughed, when it felt like we immediately knew each other and that anything was entirely possible. When I realised now that I am desperately in love with you, and I have been since the first second I set eyes on you. 片刻的上头后，盖伊一把将男推开，男尴尬万分，立马逃离，而盖伊也一直追在身后想要解释，结果神色慌张的两人迎面撞上了找来的公爵。盖伊连忙解释自己在带男参观花园，公爵也并未直接戳穿他的谎言，提议一起回庄园玩牌。牌桌上，公爵一次次加大赌注，并告诉盖伊，如果他需要钱，可以随时开口，因为他知道盖伊现在经济困难。15年来，公爵一直都是连胜，但盖伊此时却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他每一次都能赢自己。他押上了所有赌注，结果竟真的赢了公爵。输了的公爵却在此时告诉盖伊，他可以用这一大笔钱雇回一些仆人。 Or maybe you could even stop. Family fortune to a wealthy match. 公爵当众戳穿了盖伊去纽约的目的，显然也是专门说给男听的。这时，一旁的男表示牌局还没有结束。 I win. Just drain.
Because it feels like I have absolutely nothing. 夜幕降临，篝火仪式正式开始。这时，南来到了盖伊面前，表示自己竟然像白痴一样相信了他。南把盖伊当成可以倾诉心事的朋友，没想到对方只是把他当成可以偿还债务的筹码。盖伊没有解释，因为这也是一部分真相。两人就此分道扬镳。随后，公爵找到独自喝闷酒的盖伊，兄弟两人终于能够平心静气的聊一聊。盖伊坦言他已经把这座庄园卖了，这场宴会的目的就是为了道别。提奥最终还是没有说出他看到了盖伊写给南的那封信，只是在离开前提醒好兄弟，针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合适的选择。随后公爵找到南道歉，他表示自己今天做出了许多反常的行为，事实上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有点嫉妒盖伊，嫉妒他总是能轻轻松松地赢得别人的喜爱，不是因为他的身份，而是因为他的为人。 My life is entirely power, no control. And this love, the way I feel about you, it's power, it's strength. It's overwhelming. I'm out of control of it. Slightly terrified of losing. 公爵的坦诚让南又一次坚定了自己的选择。男人为妻子擦洗着身体，眼神却如同死水一般沉寂冰冷。随后拿起一盆滚烫的热水，直接从妻子头顶淋了下去。圣诞节即将到来，大家一同来到公爵远在苏格兰的庄园，准备欢度佳节。正当在家在外面玩雪时，金妮的丈夫理查德的到来，再一次让好闺蜜丽兹失神，想起不久前曾被理查德羞辱的画面，不慎被身旁的好友撞倒在地。结果这时理查德竟走上前去，不顾丽兹的拒绝，将受伤的她拦腰抱起。在朋友们眼中，理查德的行为十分绅士，但只有丽兹知道他有多恐怖。 理查德将丽兹送回了房间，随即坐在了床头，告诉丽兹，他表示自己与妻子只是想度过一个简单美好的圣诞节。如果丽兹将那晚的事情告诉金妮，一定会让她非常难过，这样大家就都不开心了。随后死死捏住丽兹受伤的脚踝，让她再一次感受到自己的威胁。直到理查德离开后，丽兹才终于喘了一口气，哭了出来。而门外的金妮在丈夫离开后也进入了房间，丽兹也终于鼓起勇气，决定告诉金妮那晚的事。 Told me to undress. So I did. I was naked. I lay on a bed. I didn't know what I was supposed to do. 丽兹揭开自己血淋淋的伤疤，想要告诉金妮她的丈夫对自己的羞辱，但金妮却反问丽兹为什么要现在告诉她。丽兹表示她很担心金妮，不知道她婚后的生活是否如表面般幸福，理查德又是否真的对她很好。但现在的金妮完全听不进去。 Did he force you to take your clothes off? Did he? Undress you left like a gentleman. 金妮认为做出羞耻之事的是丽兹，而不是她的丈夫理查德。金妮的话让丽兹彻底心碎，但晚上金妮还是与理查德聊起了这件事，表示丽兹已经跟他坦白了一切。她想知道理查德求娶自己是否出于真心，但理查德听后竟直接变脸转身离开。这样的态度再一次让金妮陷入了自我怀疑。回到房间后，金妮主动向丈夫道歉，表示自己不应该对他的爱有所怀疑，他们都是深深爱着彼此的。 How do you know you truly love me? Without reservation, how do I know you value me above all of it? Prove it to me. 金妮再次深深被丈夫 KTV 被洗脑后，她即将亲手毁了妹妹的幸福。前一天还是被公爵夫人认准的儿媳，后一天就被要求立即收拾行李离开。 I've recently been made aware of your predicament. You're being the product of your father's indiscretion. 男的私生女身份暴露，对于公爵夫人这样的贵族而言，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出身的女子来担当下一任的公爵夫人。 I'm as sorry as anyone that you lied, Annabelle. I know you come from a country where people aren't burdened by the rules of propriety, but in this country that kind of behavior is quite inexcusable. I fully expect not to see you again. 男就这样被下了最后通牒，让他在晚餐前悄无声息地离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男有些不知所措，近在咫尺的幸福竟就这样化为泡影，而他今后所要面临的流言蜚语更是如同洪水猛兽。现在他只想知道，究竟是谁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公爵夫人。 Happy Christmas. 盖伊作为男唯一一个分享了秘密的朋友，他保证自己绝对没有告密。这一刻，男意识到除了盖伊，还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盖伊追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男说出了刚刚发生的一切。 How do you feel? How do you feel about not getting married? Relieved. I didn't expect to say that. 男还是想亲口将这个真相告诉公爵，下楼时却迎面撞上了姐姐金妮。他希望姐姐能够否认他的怀疑，结果姐夫理查德却表示金妮做了他觉得对的事情。 What he wants most of all, Nan, is to avoid embarrassment. So if you leave quietly. Is that what you want? Honestly.
I'm sorry. Truly, I am. But your shame is not my fault. 南告诉姐姐，她说的是对的，婚姻不应该基于谎言，但人生更是如此。而在南离开后，金咪才知道，原来是丈夫告诉了公爵夫人关于南身世的秘密。随后，南不顾公爵夫人一早对他提出的要求，直接来到圣诞晚宴前，向众人坦白一个真相。 I'm illegitimate. 南表示，他也是在几个月前才得知了关于自己身世的秘密，而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都被羞耻感围绕，每天都处于自我怀疑中。但这一刻，他选择说出真相，不管别人如何评判。 I'm proud to be. I'm really sorry for having lied to you. 南坦诚地向在座的众人道歉，也真心的祝愿大家能有一个美好的圣诞节。然而，当他转身离开时，公爵却叫住了他。 I know more than most that we can't choose how we're born, but we can choose who we are and who we love. Annabelle St. George, you are the woman. Theodore, we need to talk about this in private.